把这分家文书签了。你一个常年泡在药罐子里的身子，哼，留在家里也干不了活，赶紧签了，搬出去。就是啊，大姐，我马上就要议亲了，你赶紧腾地方，别耽误了我给咱老海家传宗接脉的大事儿。这套青砖大瓦房是我亲生母亲日夜熬红了眼睛织网卖钱盖起来的。爹，这也是您的意思？明月啊，家里确实难，你弟弟是咱们海家的香火，总不能打光棍儿。码头那条旧乌篷船分给你了，也算是爹给你留了条退路。你签了字，咱们好聚好散。那条破船也叫退路？大山，你们两口子这么干不妥吧？明月这身子骨去了破船上，怎么熬得过今晚的暴雨？林村正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我们养了他16年，如今分家，我们可是把一整条船都给他了。这10里8乡，谁家分家能分给女儿一条船的？村正伯伯，不用劝了，这字我签。但这分家文书得加一条。加什么？家里一个铜板都不会多给你。我不稀罕你们的铜板，我要求在文书上写明：今日分家，我海明月自立女户，从此以后两家财产各自理会，债务互不相欠。这套青砖瓦房归你们，那条乌篷船归我。日后我若飞黄腾达，海家任何人不得以上门认亲为由干涉我的私产。飞黄腾达，行，我就成全你。林村正，您给加上去，免得他以后欠了外债，人家还来找我们讨。重活一世，我主动舍弃了那座牢笼，接下来是我海灵月自己的人生了。这一世还是要死在这里。血脉契合度确认，海神空间开启，碧海控水诀传承再入。幻阵，还是临死前的幻觉？前世活了30余年，越是天大的机缘，越可能藏着致命杀局。海神灵泉，洗精法髓，驱除百病，滋养神空间，引四海生灵。我不过一个将死渔女，哪来的海神血脉？若是真的，左右都是死，死过一次的人，又何惧再赌一次？碧海控水诀第1重，去海大山前世。你们以为扔给我一条漏水船就能让我死在海里？娘，海明月那个病老鬼，昨晚该不会冻死在破船里了吧？死了倒干净，省得以后在外头讨饭丢咱们海家的脸。海明月死了没？没死就赶紧把船挪开，别占着咱们村的好8位。你没生病？让让，别挡我干活。干活？就凭你这破网破船，还想在这个浅滩打鱼？你以为四海的龙王爷是你亲戚啊？就是，这片浅滩早被村里人翻遍了，连个蛤蜊都摸不着。真是笑死人了！在岸边泼水网鱼，海明月莫不是昨天淋雨淋傻了？这是红灯鱼，这可是罕见的吉利鱼啊！平时出深海几个月都碰不上一条，竟然在浅滩自己掉进网里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大一条，成色这么好，拿到镇上酒楼，少说也得卖20两银子。海明月，你个死丫头，运气倒好，这鱼我拿去镇上卖了，正好给你弟弟凑聘礼。你干什么？前世，你的记性是不是被狗吃了？昨天邻村正作证，白纸黑字的分家文书，需要我再念一遍给你听吗？什么分家文书？你是我海家养大的，你的东西就是海家的。财产两清，生死不论，这可是你昨天亲口答应邻村正亲笔写下的。这鱼是我的私产，你今天敢碰它一下，我就拿着分家契书去县衙告你一个光天化日，强抢民财。你敢报官？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。前世，昨天可是你把人家光着身子赶出门的，现在看人家打到好鱼又来抢，也太不要脸了。就是，文书都签了，人家明月现在是自立女户，你抢钱可是犯法的。算你狠，我看你也就是踩了狗屎运，我看你明天还能不能网到鱼。娇娇，我们走。踩了狗屎运，拥有海神空间和控水诀，这四海的珍宝对我来说不过是探囊取物。第一桶金已经到手，我需要更大的船，更多的钱。而今天这20两银子，仅仅只是我海明月制霸四海的第一步。去，哪里来的叫花子？大清早的别在门口出眉头，咱们聚仙楼不施舍残羹盼饭，要饭去接尾去。去叫你们掌柜出来，就说有极品海货。就你还极品海货？你要是能拿出极品海货，我把这门槛吃下去。赶紧滚，别逼我动手。红灯灯鱼，
吵嚷嚷什么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可是罕见的红灯灯鱼，看这块头少说有4、5斤。姑娘，这鱼你是在哪儿打的？这你不用管，开个价吧。姑娘，这鱼虽然好，但毕竟离了深海，我出10两银子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哎，姑娘别走啊！12两，这价真的不低了。白掌柜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马上就是县太爷的60大寿，你聚仙楼正愁拿不出能镇场子的吉利压轴菜吧？这条红灯笼鱼要是送到了对面的海味轩，你这聚仙楼的招牌怕是就要爱人一截了。20两，少一个铜板，我现在就去接对面。成交！伙计，赶紧去账房支20两雪花银，拿货水缸来，小心伺候这条祖宗。要想真正在这片大海上站稳脚跟，让海家人永远仰望，我必须进入深海。我需要一条好船。姑娘好眼力，好胆识。你是谁？青阳镇燕氏船行燕行舟。燕少东家拦我的路，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凑巧路过林渊村码头，看了一出分家断亲的好戏。海姑娘对自己狠，对极品亲戚更狠，那份分家契书立得干脆利落，燕某十分欣赏。燕少东家就是来夸我的？自然不是，我刚看了你和白掌柜的交锋。林渊村浅滩能网到红轮灯鱼，或许是运气，但能一语拿捏住聚仙楼的命脉，这绝不是一个普通渔女能做到的。20两银子够你买下林渊村的几亩薄田，但绝对不够买一艘能抵御深海风浪的船。你接下来的打算是去深海吧？燕少东家有话不妨直说。我燕氏船行有一艘闲置的12米双尾帆船，船骨是上好的铁木，吃水深，抗风浪。我愿意把它借给你。商人无利不起早，燕少东家借船要什么条件？爽快。第一，此次出海所得渔获，我要抽30%作为租船费。第二，我要亲眼看看你是不是真有制霸四海的本事。好，不过我不需要你给我期限，今晚我就会出海。明月日出之时，我保证让你看到印满仓的极品海货。拿纸笔来，利器。船停在青阳镇的深水码头，我已吩咐手下备好了淡水和烂绳。海姑娘，海上风波鬼祟，深海更是凶险万番，祝你一帆风顺。借燕少家吉言。少爷，那双鱼帆船可是咱们花了重金新打的，就凭她一个弱女子，若是遇到深海暗流，怕是连人带船都要搭进去。您怎么就这么信她？哼，弱女子？你见过哪个弱女子敢在狂风暴雨中眼都不眨地按下血印，净身出户？你又见过哪个弱女子能从一片死水中网出红灯鱼？看着吧，林渊村这个小池塘已经容不下这条翻江倒海的真龙了。起锚！就是这片海域了。怎么回事？海姑娘，大半夜的跑这么远来喂鱼啊？孙富贵让你们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丫头倒是个明白人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孙老板发了话，你这艘船不错，但他不想看到你这个人明早再出现在青阳镇的码头上。所以你们不仅在码头暗中破坏了我的船舵，还一路尾随，准备在深海动手。你们就不怕燕氏船行查下来？燕氏，这深海死个把人算什么？没舵的船遇上大风浪沉了，谁也查不出毛病。弟兄们，别跟他废话，拿绳子套住这艘大船，咱们今晚也发一笔横财。不对，这风向，这云压得这么低，浪声也变了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是古龙风，竟然是古龙风！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快砍断绳子，跑！快跑！必须活下去！海神空间，给我开！连人带船我都要进去！
来了，成了，真成了啊！这简直是天赐的宝库。收！这么大的个头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啊！这是啥树枝？不对，这是海梁，竟然还带经文。金丝海梁，这可是水火不侵的深海至宝，绝对不能让它被海流卷走。给我进来！孙富贵，前世。等我带着这满船的宝藏回到码头，倒要看看那些盼着我死的人会是一副怎样精彩的嘴脸。燕少东家，昨夜可是百年不遇的古龙峰，别说是你那艘双对帆船，就算是朝廷的铁甲鬼师遇上了，也得粉身碎骨。我看海明月那丫头八成是连人带船为了龙王爷了。我就说他是个扫把星，放着好好的家里不住，非要签什么断亲文书净身出户。这下好了，死在海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只可惜了燕少东家那条好船，平白给这贱丫头赔了葬。你闭嘴！我家少主借船，还轮不到你个泼妇来指手画脚。燕少，破财消灾吧。那丫头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孙富贵3个字倒过来写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有船回来了！不可能，船舵明明已经被我，这不可能！古龙峰里怎么可能有船能生还？他没死。孙老板，惊不惊喜？买通海匪锯断我的船舵，借刀杀人，只可惜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什么？孙富贵居然暗中破坏船舵？这可是谋杀呀！太黑心了！孙富贵，敢动我燕氏的船，你这顺水行的招牌，我看是不用挂了。燕少，误会，这都是这丫头血口喷人，我没有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你自己去跟衙门解释吧。昨天被浪打碎的小船上还有几个水匪匪没死透，已经被我捆在后舱了。前世让你失望了，我不但没死，还活得好好的。没死又怎么样？你借了燕家的船，遇到那么大的风浪，肯定是空手逃回来的，白瞎了人家这么大的阵仗。空手？我的老天爷啊！这全都是极品深海双头豹，这么多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极品，全是极品！海姑娘，这些鲍鱼我全收了，我出3000两。3000两，海家干几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！白掌柜，鲍鱼只是天头，你看看这个值多少？这是传说中的极品金丝海柳，水火不侵的镇海至宝啊！上个月京城贵人悬赏千金求1寸而不得，你儿竟然搞到了这么大一根！白掌柜，开个价！1万两，1万两白银，外加这些鲍鱼，我马上让人去钱庄提现银。海姑娘，这宝贝你一定要卖给我！成交。1万两啊！如果昨天没逼他断亲，这钱就是海家的了。燕少东家，这艘顺帆船的船舵因我而毁。昨晚利器说好的，我必须给你个交代。海姑娘能平安归来，一根船舵算什么？一码归一码。周管事，你们船厂昨天刚下水的那2艘12米铁骨大船，我要了。海姑娘，那可是能跑远洋的顶级大船，2艘加起来少说也得1万多两银子。这是15000两的银票，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。手续马上办。这2艘新船，一艘赔给你燕氏船行。一艘我自己留着用。哈哈哈，好，海姑娘这份豪气，燕某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前世，回去告诉海大山，我海明月说过的，离了海家，这4海汪洋，我照样制霸。明月丫头，望海坡那块地可是咱们林渊村风水最好的宝地，前面看海，后面靠坡，这地皮加上疏通衙门的契税，足足花了500两银子。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自签了。这块地以后就算定下了，彻底归你了。多谢村征伯伯费心帮忙跑衙门。地是好地，但要在望海坡筑起一座配得上那2艘铁骨大船的青砖大宅，单靠木材和砖瓦可不够。若要防海风侵蚀，还得用上好的糯米汁拌石灰打地基。这后续的建房款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燕少东家操心了，建房的钱海里自然会给。哦，明早恰逢15。是海龙王退踏潮的日子，听说绝壁险滩内会露出平时淹在水底的拿沙。海姑娘可愿带燕某去开开眼界？不怕弄脏了你的锦袍，就跟着来。别提了，
我4更光就来守着了，到现在连半斤杂鱼都没凑够。可不是嘛，这片浅滩早被翻了好几遍了，连个小蛤蜊的影子都没瞧见。我看这退大潮也是白瞎，根本没东西。哟，那不是海家刚被赶出门的大女儿吗？什么大女儿？人家现在可是买了12米大铁船的财主。不过赶海靠的是眼力和运气，大船可开不到这泥滩上来。就是，咱们这些老渔民都挖不出东西，她一个黄毛丫头还真想从空泥里挖出宝来啊！海姑娘，这块地方刚才好几个人都挖过了，泥都被翻烂了，什么都没找着。咱们要不要换个没人的地方？不用，就这儿。燕少东家，劳烦把手伸进我指的这个位置，往下挖3寸，小心些，别让外壳割了手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赤贝，这起码得有3两重吧？这还没完，继续挖。这个更大，怕是有半斤重了。这是赤贝王啊！绝壁险滩出过最大的赤贝，也就婴儿拳头大小，他怎么一挖一个准儿？天哪！他们翻了一早上，连个空壳都没看到，不如人随便指个泥坑挖出来的宝。行了，装不下了，再挖背不动了。哎呦喂，不让让我看看这桶里的神仙货！极品啊，个头大肉厚实，这要是送到京城的大酒楼，那些达官贵人最爱吃这个。吴老板，开价吧。海姑娘，别人挖的普通赤贝，我顶多给8文钱一斤。你这批赤贝王，我给1两银子一斤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别让别人抢了。1两银子一斤，成交，称重。吴老板，一共109斤半，那就是109两半的纹银。海姑娘，以后再有这种好货，千万记得先找我老吴。燕少东家，这间大房子的尾款算是凑齐了，地皮已定，银两充足。海姑娘，你这座林岩村第1豪宅，今日便可破土动工了。东家，您这地基打宽敞，后头留的院子都能跑马了。干了半辈子泥瓦匠，头一回见像您这么大方厚道的东家。您放心，这宅子我们保证给您盖的连海风都刮不透。大家放开手脚干，用最好的料，只要活儿干得漂亮，封顶那天每人再多发半两银子的喜钱。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谁让你们在这挖地的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是我们海家的地盘，我儿子将来娶媳妇要住的院子，谁让你们动土的？赶紧给我滚！东家，这我花钱买的地，我花钱雇的人。前世，你跑到我的地盘上耍什么威风？你的地盘，海明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哪来的钱买地盖房？哼，还不是用我们海家的运气换来的。现在长本事了，买了2艘大铁船，还在望海坡盖大宅子。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爹？还有没有海家的列祖列宗？明月啊，你这次确实过分了。你赚了钱不拿回家孝敬长辈，反倒自己跑到外头挥霍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拿着那么多银子不安全。听爹的话，把那2艘大船的地契和这块地的文书交出来，爹替你管着，以后我给你攒嫁妆。替我管着。海大山，我被你们赶出门，住在漏风破船上，差点病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替我管着？现在看我赚了钱，你们的算盘倒是打得震天。放肆！海明月，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？生恩大于天，没有你爹哪有你？你身上流的是海家的血，你赚的每1文钱都理应归公。海家养育你16年，现在是你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请把船的和地契交出来，别逼族里动用家法。家法？海家的家法管不到我这个自立女户的头上。什么自立女户？那都是你那天赌气胡闹。我是你娘，我说钱归家里管就得归家里管，赶紧把银票交出来。你再往前一步试试。燕少东家，这是我们海家的家事，您一个外人插手，不合规矩吧？我不插手，我只是替海姑娘拿着这把刀，哼，免得脏了她的手。又闹什么？又闹什么？村正伯伯，您来的正好，大家都看看清楚。这是什么？几天前就在海家的堂屋里，海大山和钱氏为了霸我亲娘留下的房子，逼我签这断亲分家文书，把我赶到一条漏水的破船上等死。白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海明月自立女户，从此与海家生死两断，财产两清。对，那天我就在场。没钱的时候给人家一条破船，哼！现在人家赚了钱买了大船，又跑来认亲管钱了，还要脸不要？就是，还说什么替人家保管，我看就是想明抢。文书是文书，可血缘亲情哪能说断就断？闭嘴！海大山前世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这地是我海明富月在古龙峰里博回来的钱买的，那2艘大铁船也是我海明月的私产，跟你们海家头没有半关系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村正伯伯，按咱们大燕朝的律法，
签了断亲契自立女护者，其私产神圣不可侵犯。若有人强行上门讨要，甚至聚众闹事，该当何罪？一律视为抢夺民财，苦主若关杖责30，重则流放千里。现在给我滚出我的地界！再敢踏进望海坡半步，我就带着这份文书去县衙击鼓鸣冤。到时候咱们公堂上见。算你狠！走！东家威武！对付这种不要脸的吸血鬼，就该这么干。让大家看笑话了，一点小插曲，不耽误咱们盖新房。老李，开工！得嘞，兄弟们，干活！这份文书你留着镇宅，比什么辟邪的法器都好用。是啊，从今往后再也没人能用血缘来要挟我了。这座大宅只属于我海明月一个人。当家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大山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？海明月算签了断亲契，也算你亲爹呀！你现在住大房子开大船，难道就眼睁睁着你爹病死在街头吗？3000两！明月，你昨天可是花了1万多两买船，这3000两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，你赶紧拿钱救你爹的命啊！这演的也太劣质了，绝症3000两。既然是大病，那确实该治。那你赶紧给银票！急什么？既然是关乎人命的绝症，一般的庸医怎么治得好？燕少东家，劳烦你请坐堂的老太医过来，出诊费我出10倍。不用了，县里的大夫已经看过了，只要拿钱买人参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他好歹生了我一场。绝症卖案这东西，还是请孙老太医亲自过目，重新打买定夺，我这3000两才能掏得心安理得。去，请孙老太医，就说海姑娘重金求诊。是。当家的，咱们不治了，咱们回奏家。海姑娘一片孝心，要给海老爷治病。2位还是在此稍后吧。孙老，劳烦您看看这份绝症卖案，再给地上这位病人瞧瞧，到底是何等凶险的病症？胡闹！这简直是太荒谬了！老夫行医40载，从未见过如此狗屁不通的药理。这卖案上的格式错漏百出，连药材的君臣佐我都写反了。哼！更可笑的是，这上面盖的所谓济世堂印章，用的是劣质的红朱砂。真正的医馆印泥防伪都会掺入一点沉香屑，怎么可能如此粗劣？分明是街边私刻的萝卜章。假的，卖案是假的。哎呦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你胡说，这张就是大医馆盖的，我当家的明明吐血了，你看这地上。哼，吐血，形而不删，色泽暗沉，这哪是人血？这分明是刚杀的鸡血，还掺了红曲水。看这人面色红润，呼吸平稳有力，比老夫这把老骨子还看见。哪里来的肺脉衰竭？别跑啊，海老爷，您的绝症不治了？太不要脸了！为了讹钱，竟然拿鸡血装绝症，连亲生女儿的钱都要诈借，难怪人家要签断亲契呢。这种黑心肠的爹娘，活该被赶出家门。海大山前世，你们为了要钱，不惜伪造医案，大燕律法。伪造文书、诈骗巨款，可是要赐字发配的重罪。明月啊，爹一时糊涂，你别报官，看在咱们父女一场的份上，你饶了爹这一次吧。父女一场的份儿，在你逼我签下断亲契，拿走我娘盖的房子时，就已经耗尽了。诸位乡亲，今日都做个见证，我海明月早已自立女户，与海家再无瓜葛。今日念在最后一点旧情，我不送他们见官，但若有下次，休怪我无情。多谢老太医明察秋毫，这诊费您收好。海姑娘光明磊落，老夫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。娘，真要这么干吗？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那死丫头现在手里捏着上万两银子，咱们只要把这局做实了，她为了保住清白名声，怎么也得拿个几千两封口费，甚至把这艘大铁船赔给咱们。好，娘，那我上去了。去吧，机灵点儿，把头发弄乱。等会儿我一喊，你就往死里哭。哎呦喂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怎么回事？谁在喊救命？娇娇，我的娇娇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伙儿快来看看呀！海明月那个黑心肝的，他因为分家的事记恨我们，竟然把我小女儿骗上船，关在船舱里往死里打。姐姐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骨头都要断了，放我出去吧！这声音听着真是海家小女儿的，难道海明月真的把她关在船舱里打？不管说把亲妹妹关起里打，这也太狠毒了吧！海明月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今天不拿5000两银子赔偿我女儿的医药费，不把这艘船过户到海家名下，我就让全镇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毒妇！对，让他出来说清楚。大清早的，你们围着我的船，看什么戏呢？你怎么在外面？
我不在这里，应该在哪里？哎呦，姐姐别踹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您放我出去吧！笑死我了！这海家小丫头是中邪了吗？在空船里跟空气求饶呢？这分明又就在做局坑人啊，还想要人家的铁船，真是想钱想疯了！演够了吗？天还没亮，我就看见有2个贼影在我的床边鬼鬼祟祟。他们不仅诬陷我，企图讹巨额钱财，更是未经我允许强行潜入我的私人铁船。这种做局讹诈的行径，大伙评评理，该怎么算？丢人现眼，不知廉耻！前世海大山昨天装病，今天你由着女儿来讹诈，咱们连着脸都被你们丢到东海里去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海家村里抬不起头，是你们自找的。村长，我们没有。还敢狡辩？海姑娘宽宏大量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但我燕氏传行掌管青阳镇所有商用码头，绝容不下这种手脚不干净的无赖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燕氏名下谁若放他们进来，立刻卷铺盖滚蛋。是，少东家。对，不能让这种人进码头，滚出去镇，不欢迎你们这种骗子。妈，咱们快走吧，他们要吃人了。跳梁小丑，终究作茧自缚。接下来，我该去接那位深山里唯一疼爱过我的老人了。东家，再有3天就能上梁封顶了，里里外外都按您的吩咐刷了防潮的桐油，哪怕是遇上古龙风，这宅子也绝不会漏半滴水。辛苦大家了，工钱和喜钱我已经备好，绝不亏待各位。海姑娘这宅子依山傍水，地势极佳，若是空着实在可惜。这几套家具算是我燕氏贺你乔迁之喜的薄礼。燕少东家破费了，这宅子不会空着。正房的位置我留给了一个人。哦，能让海姑娘如此挂心的人，燕某倒是好奇。是我亲娘的母亲，我的外婆赵阿婆。我今日便去小寨村接她。外婆在舅舅家必定受了不少委屈，这次去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也要把人风风光光的带走。小寨村山路崎岖，我陪你走一趟吧。不必，一点家事我能处理。大舅，你找谁啊？是我，明月。我来接外婆，她人呢？海明月，你外婆？她不在我这儿，去你二舅家找吧。她不是一直说去老二家住吗？二舅，外婆在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可没有多余的粮食借给你。我不借粮。大舅说外婆在你这儿，我来接她。啥叫在我这儿？明明是轮到他家养，上个月娘就在我家住了半个月，这月该轮到老大了。呸，他倒好，直接往外推。所以你们谁也不知道外婆现在到底在哪儿。你们是她的亲儿子，连亲娘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这话说得过去吗？你一个外孙女管得着吗？她自己长着腿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行了。哎，明月丫头，你别问他们了。我前2天去山里砍柴，看见你外婆在半山腰挖野菜，那地方有个旧山洞。我问她怎么跑那么远，她也不说话，8成是住到那山洞里去了。什么？你们让80岁的亲娘去住山洞吃野菜？你别听人瞎说，那是她自己非要去的，又不是我们赶的。好，很好。外婆，是明月丫头吗？外婆，是我来看您了。真是明月啊，丫头，你怎么穿得这么好？你的病好了？海家那2口人没再打你吧？我病好了，全好了，他们欺负不了我了。我已经跟海家分了家，搬出来了。哎呦，你个女娃娃被赶出来怎么活呀？明月，拿着，这是外婆这几年偷偷攒的，你拿着买点吃的，买件厚衣服，别饿着冻着自己。外婆，我不要您的钱。外婆您看，这是我出海打鱼赚的，10两1张的银票，这里有很多。我现在不仅病好了，我还能挣很多钱。我在青阳镇盖了最大的宅子，我今天就是来接您回家享福的。这都是钱，明月，你真能挣钱了。对，都是钱，干干净净赚回来的。走，外婆，我们回家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让您受委屈了。大哥，
你看见没？那丫头手里拿的全是大额的银票，少说有几千两。我看见了，这死丫头一个外姓人，凭什么拿那么多钱？她既然敢拿着巨款来咱们小寨村，哼，就别想轻易把这钱带走。明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你想把我亲娘拐到哪儿去？大哥说的对，我们赵家还没死绝呢，哪有老娘跟外孙女走的道理？传出去，我们兄弟俩还要不要做人了？哎呦，老大、老二，你们放手，弄疼我了！住手！赵老大，你们刚才在院子里互相推脱不肯养，现在又来装孝子，那是我们赵家的家事，轮不到你管。老二，还不赶紧将背回家，让人看笑话！海姑娘，不好了！你外婆刚才想偷偷溜出来找你，结果在村后头的落英涧摔下去了，把腿都摔断了，流了好多血啊！摔断了腿？那两个好舅舅呢？他们不在家啊！我路过听见惨叫才来给你报信的。海姑娘，你快带点银子去吧，不然你外婆怕是没命了。千万别声张，要是让赵家兄弟知道了，肯定又得闹。借刀杀人还是引蛇出洞，真是一个拙劣至极的死局陷阱。好，我马上去，你带路。我就不去了，落英县路不好走，你自己顺着西边那条小道一直走就到了。海姑娘，你果然还在这儿。我左思右想，你带着巨款独自来这穷乡僻壤实在不妥，便带了几个得力的护卫过来接应。可是出了什么变故？燕少东家来的正好，好一出调虎离山、杀人越货的毒计！这荒山野岭，他们要是真对你下黑手，把钱抢了，再把你往山沟里推，连个喊冤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，我准备将计就计。他们不是想要钱吗？我就亲自给他们送过去。海姑娘放心，少东家吩咐过，咱们兄弟全凭您差遣。这等拦路抢劫的恶贼，必定将他们当场拿下。大哥，那丫头真会来吗？肯定来。那死丫头对那老不死的上心得很。只要他敢带着银票来，咱们就一棍子把他敲晕，拿着钱直接远走高飞，去京城过好日子。外婆，外婆你在哪儿？动手！外婆摔断腿是你们骗我的，就是为了把我引到这里来打劫，对吗？死丫头，脑子倒挺好使，只可惜晚了。你一个外姓人，不配拿我们赵家的钱。识相的，乖乖把怀里的银票全掏出来，舅舅还能让你少吃点苦头。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动手搜身。你们这是抢劫，连一点底线都不要了。在这落英涧，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。哎呀呀！光天化日之下持械抢劫谋财，两位舅大爷，你们的胆子比海里的鲨鱼还要肥呀！你们是活阎王！拿人！哎呦，疼！你们这是私设公堂，放开我！海明月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敢算计你的亲舅舅！算计？我给过你们机会。但凡你们对亲娘有一丝孝心，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燕少东家，劳烦你的护卫兄弟把这两个人押到小寨村的祠堂去。押去祠堂？海姑娘是想在全村人面前讨个公道？不仅是讨公道，我要在他们全族人面前干干净净地把外婆接走，让他们彻底断了纠缠的念想。走快点！听说赵家老大和老二出事了。哎呦，被一群带刀的护卫押回来的，五花大绑的，这是犯了什么天条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两位大侄子怎么被绑了？赵族长，诸位乡亲，今日我海明月冒昧惊动大家，是想请全村人做个见证。这两个人为了贪图我身上的钱财，竟然找人传假信，谎称我外婆摔断了腿，把我骗到后山的落英县，企图持械抢劫。什么？抢劫外甥女？落英靠，那可是死地呀！这要是下了黑手，连尸都不好找。这两兄弟心也太黑了吧！族长，你别听这丫头血口喷人，我们就是想跟她借点钱，一家人怎么能算抢呢？哼，借钱？拿着削尖的粗木棍躲在石头后面借钱。若不是燕某带着护卫赶到，海姑娘此刻怕是已经遭了你们的毒手，意图谋杀越货。
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敢抵赖？不仅如此，我今日来接外婆，却发现他们兄弟俩互相推挤，竟然让80岁的亲娘住在占山腰漏风的破山洞里，吃发霉变质的野菜。我没见着赵阿婆让亲人被赶去住山洞了。这俩处死大王坊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别说了，明月丫头，别说了。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，我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，给你们盖房娶妻，你们嫌我老了干不动活，把我赶出去也就算了，你们怎么能去抢明月呀？她可是你们亲妹妹留下的唯一血脉啊！族长，今日之事我已经手下留情，没有报官，断然不能再留在这个虎狼瓮里。明月丫头，你说的对，按族规应当拂晓侍讲，驱逐出族。赵阿婆跟着他们，只有受罪的份儿。大哥，二哥，明月，你外婆也是赵家的人，你一个外孙女把人带走，名不言不顺啊！以后别人怎么议论我们赵家呀？还在乎名声？你们想要名正言顺，好，这是500两银票，买断你们对老人的赡养之责。从今往后，外婆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，皆由我海明月一人承担，不花你们赵家一个铜钱。这500两。是替我外婆还了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拿了这笔钱，你们与她彻底恩断义绝。日后若是敢上门打秋风攀亲戚，我燕氏护卫的刀可不长眼。赵族长，这银票还请族长代为收管，免得他们拿去挥霍。这也是我外婆对小寨村最后的一点交代。海姑娘高义，你放心，有全村人做见证，赵阿婆你干干净净的接走。他们若是敢去骚扰，我打断他们的狗腿。多谢族长。外婆，这里没有我们的事了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外婆跟你回家。马车来了。启程。我终于斩断了所有前世带来的孽缘和羁绊。从今天起，那座青砖大宅里有了真正属于我的亲人。广阔地四海洋洋，我海明月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大展手脚了。哟，这不是刚分家就发了横财的海家大丫头吗？买得起铁船，不代表能在远海站得住脚。这片海域的鱼群，我金某人今天包了，赶紧带着你的破网滚回近海去，免得空军丢人。这大海什么时候改姓金了？先来后到，金老板连这点规矩都不懂。规矩，在海上实力就是规矩。我这艘船上光是幼鱼的高级饵料就拉了上千斤。跟我抢鱼，你连个鱼鳞都摸不着。金大富是镇上的老牌鱼商，手里攥着独门幼鱼秘方，他这是故意来抢地盘，想给你个下马威。下马威？既然金老板这么自信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？就赌这一网，谁网上来的渔获价值高谁赢，输的人连人带船滚出这片海域，以后见着对方退避三舍。好大的口气，老子跟你赌了！小子们，给我下重饵，让这黄毛丫头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捕鱼。看到没？这叫实力。倒白水幼鱼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收网，拉上来，让对面开开眼。老板，是大货，绝对是爆仓的大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鱼呢？金老板，别急着叫唤，看看这边。我的老天爷！金钱猛鱼，全是黄人鱼。金老板，一筐赌海劫对一网黄唇鱼，这场赌局谁赢谁输？我输了。既然认输，那就履行赌约，带着你的人滚出这片海，以后见着我的船退避三舍。转舵回港。海姑娘，你到底藏了多少惊喜？这一网下去，青阳镇的首富怕是要换人做了。首富不首富的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外婆以后想吃什么，我就能给她买什么了。满帆回家。金钱猛鱼，一整船的金钱猛鱼。海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这么多黄唇鱼，青阳镇甚至整个江南的商户都吃不下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燕少东家有门路。京城皇商薛大掌柜今日正好在青阳镇巡查，他背后的主子急需顶级的鱼胶入药保命，这批货只有他敢接，也只有他吃得下。请。这竟然是真的，如此鲜活，成色绝佳。薛大掌柜，开个价吧。海姑娘，
这批黄参鱼的鱼胶我全要了，我出白银30万两，外加一块京城特批的御用海商金牌。有了这块牌子，以后大燕朝的各大水路你可畅通无阻，免除一切苛捐杂税。大掌柜，千万别买，这真鱼不能买呀！什么人敢在皇上面前大呼小叫？大掌柜，我是他继母，我最了解他，他根本不懂捕鱼，他是个妖女，他这鱼是用了见不得人的妖术从海里招来的，里面带着毒啊，谁吃了谁就会肠穿肚烂。薛大掌柜，我是青阳镇的老商户金大富，我亲眼所见，海明月出海不用诱饵，只倒了一桶白水，这些鱼就像疯了一样往里钻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批鱼绝对染了海底的瘴气毒素，您买去入药，若是应了贵人，这可是抄家的死罪呀！不用诱饵直接网鱼，这确实邪门啊！难道真有毒？海姑娘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解释，对付信口雌黄之辈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验。这位老先生想必精通药理，是毒是药，一验便知。大掌柜，这鱼非但没有半点毒素，其肉质中竟然蕴含着极为精纯的天地灵气。这鱼胶的药效比市面上普通的黄唇鱼强了10倍不止啊！贵人的病有救了，彻底有救了，不仅没毒，还是仙药。好你们两个刁民，竟然敢污蔑极品公药，差点误了贵人的病情。来人，把这2个满嘴胡言的骗子给我拿下，交由县衙以干扰皇商采购、延误贡品之罪严惩。是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明月，你救救我！我是你娘啊！大山还在家里等我。我早就自立女户，生死两断，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海姑娘，30万两白银，外加这块御用海商金牌，即刻交割。这批货，薛某这就运上京城。成交。明月丫头，这宅子真是咱们的家。外婆，这当然是咱们的家。以后这里不仅能挡风避雨，还有丫鬟婆婆伺候您的起居，您就安心享福。明月啊，你这可是光宗耀祖了！咱们林园村出了你这么个御用海商，连带咱们全村的渔货都能卖上好价钱。我代表全村敬你一杯。村正伯伯客气了，以后村里愿意跟着我出海的年轻后生，海事船队一律包教包赶。前世和金大富合谋阻碍早皇商，被判了流放，把当年霸占环沟明月娘的青砖大茅屋都给卖了。对，我昨天去镇上看见他蹲在街角讨饭呢，哭着喊着说后悔当年签了断亲契，可惜呀，晚了。海姑娘，恭喜乔迁。燕少东家这礼未免太重了，这不过是贺乔迁寺的俗物。我今日来是想送海姑娘一份真正的大礼，这是我燕氏旗下所有的远洋重船，从今日起，燕氏船行愿并入海氏麾下。这30艘巨舰全凭海姑娘调遣。你把全部身家都压在我身上，就不怕血本无归？我燕行舟看人的眼光向来很准，更何况跟着海姑娘，我燕某人看到的可不只是这小小的青阳镇，而是那无尽的星辰大海。好，这份大礼我收了。燕行舟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海氏远洋商号的副东家。愿为东家效犬马之劳。起航的吉时已到，传令船队升帆，目标四海汪洋。升帆。